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彻底破戒了，戏里百变人生，戏外活得通透又清醒。央视开年大剧《小城大事》正在热播，酷云收视率飙升到 2.7%， 破纪录登顶。欢网实时收视率峰值至 3.6%。CSM 全国网位居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第一，腾讯视频站内热度直破27000。相关话题，赵丽颖、李秋萍累计阅读量破6亿，多次登上微博热搜、抖音热榜前列。作为《小城大事》的女主角，赵丽颖这次又在年代剧中颠覆出演扎根80年代贪图的基层女干部李秋萍，让这位出道20年的85花再次刷屏热搜。而她在 2026年2月刊的专访里，更展现了她比角色更动人的通透人生。全新形象演活基层干部，解锁克制型女主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凭仙侠、古偶惊艳观众的赵丽颖，扎根年代剧土壤演绎时代女性风采，更是从建村建厂到建成，在剧里当起接地气的基层干部。作为2026年央视的开年重点大剧，《小城大事》改编自朱小军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城》，以农民自建成的真实历史为原型，讲述了李秋萍在没用国家1分钱的情况下，带领群众在荒芜滩涂上铸造现代化城镇的热血故事。这部由庆余年导演孙浩、大江大河编剧袁克平领衔的金牌班底打造的作品，自1月10日开播以来，便以独特的题材视角引发关注。还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剧目，有着扎实的内容基底与制作保障，靠真实奋斗感戳中观众，尽显年代剧的质感与温度。留洋归来却扎根基层的李秋萍，穿上整洁利落工装的瞬间，就将观众拉回那个敢闯敢拼的80年代。和以往爆发力极强的角色不同，李秋萍的魅力全在克制里，面对群众质疑不卑不亢，遭遇困境冷静破局，温和却有力量的模样，完美诠释了基层干部的沉稳与坚韧。赵丽颖用生活化的眼神和动作还原基层工作者的真实状态，连她自己都坦言，这个角色会让大家丢掉对我的一部分刻板印象，打磨角色时的兴奋感，堪比矿工挖到金子。这部剧之所以越看越上头，正因为它拍出了脚踏实地的爽感。而赵丽颖饰演的李秋萍是粤海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头人物，她是连接基层发展与时代前沿的枢纽，是改革之路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。复古大片秀腹肌，85花时尚感再升级。如果说戏里的赵丽颖是扎根土地的实干家，那戏外的她就是复古光影里的优雅女王。L2 月刊封面大片中的镜头下，他把岁月沉淀的美感演绎到了极致，两组造型的反差感直接拉满。Carven 白裙自带时光滤镜，风褶流转间尽显清冷故事感。Ella 黑裙则利落出鞘，罕见展露的紧实手臂和清晰马甲线，被网友狂赞自律勋章天花板。浪情腕表的点缀恰到好处，让法式优雅与健康力量完美融合。赵丽颖柔美容颜下的内在力量被精准捕捉到，如同伦勃朗画作的明暗交织，不用刻意炫技，就靠一份从容笃定打动人心。这早已不是单纯的明星登峰，而是赵丽颖把自己的人生阅历穿在了身上，那些沉淀的时光、通透的心境，都化作了独有的时尚质感。停工半年回归重塑自我，用长期主义深耕表演，戏内戏外的从容切换，藏着赵丽颖最通透的人生智慧。在 L 专访里，她首度公开2025年小城大事杀青后，给自己放了半年长假的经历，这份敢慢下来的勇气，在流量至上的娱乐格外难得。那段日子，她彻底卸下演员身份，化身妈妈的女儿、儿子的母亲，骑车晒太阳，研究平台充值的门道，为了理解儿子收集的小卡主动补课，甚至因为家对面火锅店关门，不懂孩子的喜好而顿悟，孩子长大，家人老去都是一瞬间的事，陪伴才是最珍贵的。他陪儿子挑地球仪时，会给自己也买一个，
计划把10几年的相册打印出来，一张张讲给儿子听自己的过往，用行动践行陪伴是爱最理想的形式。出道20年，赵丽颖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多种风格。当不少演员还在熟悉的领域深耕时，她早已用长期主义拓展角色边界。从陆贞传奇的宫廷女官，到花千骨的仙侠少女；从风吹半夏的创业女王许半夏，到第20条的残障母亲郝秀萍，再到如今的基层干部李秋萍，角色横跨古今多类型，个个鲜活不重复。她曾说：“农民相信劳作，我对角色也有这份相信，这份对表演的敬畏，让她在暂停中积蓄力量。”把长假比作进场大维修的她，早已明白，如果不生活，又怎么能演出活生生的人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让生活的颗粒感滋养表演，这正是她作为演员的生命力所在。面对即将到来的马年，赵丽颖的愿望是愿所有人千里马遇伯乐，而她自己早已用角色打破标签，用生活沉淀内核，成为了既能驾驭多元角色，又能掌控人生节奏的千里马。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赵丽颖破界，并不是因为某一个角色，而是当她频繁在不同类型、不同气质、不同叙事重心的作品中出现时，那种明显不再被框定的状态。她不再被简单归类为某一类女主，也不再执着于观众熟悉的安全区。无论是年代题材、现实主义，还是具有挑战性的边缘角色，她都在主动靠近那些更复杂、更真实、更具重量的人物。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破界。戏里的赵丽颖已经很难用固定模板去形容，她可以是泥泞中摸爬滚打的基层女性，也可以是冷静克制、内敛沉稳的现实角色。她可以不讨喜、不完美，甚至不被理解。她不再急于让角色漂亮，而是更在意角色是否真实，是否有生命力。这种转变意味着她把被喜欢放在了被尊重之后。对演员来说，这是一次清醒而勇敢的选择。而更难得的是，戏外的赵丽颖同样完成了与自我的一次深度和解。她不再频繁参与无意义的曝光，也不再急着向外界证明什么。她对流量的态度变得克制，对评价的回应变得冷静。她清楚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，什么只是短暂的喧嚣。这种通透并非天生，而是经历过起伏、争议与沉默后沉淀下来的结果。所谓破界，从来不是对抗世界，而是摆脱对自我的限制。赵丽颖不再执着于某个阶段的标签，也不再被年龄、身份或市场焦虑牵着走。她允许自己变化，也接受节奏的不同步。正因如此，她的状态反而越来越松弛，越来越稳定。那是一种对人生有掌控感的从容，而不是被动应付的疲惫。很多观众会发现，现在的赵丽颖身上少了一些急切，多了一些笃定。她不再需要用密集的作品证明存在感，也不需要用话题维持热度。她更像是在和时间做朋友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冲，什么时候该停。这种节奏感本身就是成熟的体现。她明白，真正长久的价值不来自短期的爆发，而来自持续的积累。从演员维度看，赵丽颖的破界也在悄然改变行业对女性角色的想象。她用作品证明，女性角色不必永远年轻，不必永远完美，也不必服务于单一审美。女性可以有皱纹，有疲惫，有挣扎，也可以有力量，有选择，有成长。她不是在替谁发声，而是用一次次选择，把空间一点点拓宽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并没有把通透变成冷漠，她依然认真对待角色，也认真对待观众。只是她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而是学会在纷扰中保持边界。她知道哪些声音值得倾听，哪些可以放下。这种清醒，是经历过复杂世界后对内心的一种保护。走到今天，赵丽颖的破界蜕变其实早已不止于事业层面，那是一种人生观的转向，不再被单一成功标准定义，
不再把所有期待背在身上。他选择让人生有弹性，让自己有退路，也有继续前行的力量。他不急着抵达终点，而是愿意把每一步走稳。或许这正是许多人在他身上感到共鸣的原因。他的变化并不张扬，却真实可感。他没有高调宣言，却用行动持续回应。他让人看到一个女性可以在经历高峰与低谷后，依然保持自尊、自主与清醒。最后，也想借赵丽颖的这次破戒，对所有正在生活中努力的人说一句：成长不一定要轰轰烈烈，有时候只是学会不再勉强自己，不被定义，不急于迎合，不害怕改变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愿我们都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，活得通透，走得坚定，在不断破戒中，成为更完整的自己。15张潘冰高清照刷屏热搜，王一博高度专注到忘记喊骆冰。昨天王一博的潘冰照直接炸了热搜，凌晨1点更新，15张高清图加视频，红色冲锋衣在冰壁上晃得人眼花，评论5分钟刷出2万条博哥好猛。结果本人突然冒泡字铺，紧张到忘记喊骆冰，就是那个提醒底下人躲碎冰的安全口令。笑死！网友立刻玩梗，别人攀冰要帅，王一博攀冰要命，像极了小朋友学走路，又猛又猛。更绝的是品牌方反应比冰镐还快，同款装备1小时涨价200，线下俱乐部直接把它剪影贴，海报上写周末体验营送护膝。这波操作连买菜大妈都在群里问，攀冰是不是在冰箱里爬？但你们发现没？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挂在悬崖上了。去年拍探索心境2时，他夜宿悬崖被松鼠敲头，无保护徒手攀岩手滑坠海，这次又玩命攀冰。其实背后藏着他暂停拍戏的真原因，工作量太大，演戏不快乐了。双引号。要说王一博的攀冰名场面，得从这次北京云蒙峡的冬训说起。零下10几度的冰瀑上，他左脚悬空，右手挥号，冰屑飞溅时连呼吸都带着白雾。教练周鹏在旁边指导，动作利落到被夸岩羊般矫健，结果一博转头就承认太专注，忘了喊骆冰。双引号。这反差感直接引爆全网二创。有人把他 P 成了高小人挂冰上凿洞，调侃在冰里找秘籍。还有人翻出他去年攀岩撅屁股的旧照对比，今年终于给侧脸了。最绝的是消防号趁机科普，冰壁摔下来不是破皮，专业训练请勿模仿。而王一博工作室默默在视频角落加了一行小字提醒，字号小却稳如泰山。攀冰可不是临时起意。早在探索心境2里，他就系统学了运动攀登、传统攀登甚至器械攀登。纪录片里他挑战优胜美的60度斜岩壁，3天爬完14段岩壁，连奥斯卡获奖导演金国威都当他的攀岩导师。但最吓人的是夜宿悬崖那段，睡到半夜被动物尾巴扫脸，第2次直接被敲头，他迷迷糊糊说好像是松鼠或老鼠。双引号。其实攀冰照爆火前，王一博刚经历事业转折。他在纪录片里坦白，去年突然减少拍戏是因为被工作压到失去热情，跳舞和演戏都是热爱，但变成任务后就不纯粹了。他甚至直接和经纪公司乐华老板杜化谈判，杜化后来在发布会上吐槽，以前希望他熠熠生辉，现在我只求他注意安全。双引号。这种冒险基因或许早刻在骨子里。1997年生于洛阳的他，从陈情岭爆红到玩职业赛车，再到现在攀冰攀岩，每次跨界都像在突破安全区。网友总结：内娱别人追热点，只有王一博被热点追。双引号。别看现在全民玩梗攀冰，安全争议一直没停。有人质疑他无保护徒手攀岩太危险。粉丝则翻出纪录片细节反驳，每次挑战都有 AMGA 认证向导陪同，比如爬优胜美的时搭档史瑞德全程盯防。连新京报都评价他的冒险不是莽撞，而是聪明的冒险。
双引号。更让人共鸣的是他面对极限的态度。爬 5.10C 难度岩壁时，他坦言：“我不是冒进的人，喜欢慢慢推极限。”这种一点点进步的哲学，反而让年轻观众想到自己职场中的挣扎。从演员到岩壁挂件，王一博的探索背后是当代年轻人的情绪投射。探索心境2里有个细节，他和攀岩搭档学器械攀登时产生分歧，直接说：“有人大踏步进步，我是认真一点点进步。”这种不迎合节奏的淡定，反而被中国教育报夸成重构内心秩序的方法论。如今他的社交账号评论区成了大型劝安全现场，博哥兵硬你更硬，但平安第一。而王一博的回应始终如一的简短：攀冰爽。15张攀冰高清照刷屏热搜的那一刻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撼，而真正留在心里的，却是王一博在镜头之外呈现出的那种高度专注的状态。攀冰并不是摆姿势的运动，它要求身体与意志在极端环境下保持绝对清醒。冰壁的温度、工具的受力、呼吸的节奏，任何一个细节出错，都可能带来危险。正因如此，他才会在全神贯注中忘记喊出那句落冰。那不是疏忽，而是一种把全部注意力交给当下的沉浸，是对自然、对运动，也对自身极限的尊重。在这个习惯被快感和及时反馈包围的时代，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近乎笨拙却无比真诚的投入。王一博并没有试图把攀冰包装成英雄叙事，也没有用夸张语言去强化危险性，他只是用最真实的状态告诉观众，专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当一个人真正把心收回到当下，外界的喧嚣、评价和标签都会暂时失效。或许正是这种不解释、不渲染的态度，才让画面显得格外有说服力。从舞台、赛道到旷野，再到冰壁，王一博这几年不断切换场景，但内核始终一致，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而是为了确认自己还在热爱之中。他曾坦言，通过户外探索为自己充电，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道出了很多当代人的困境。我们不缺努力，缺的是与内心重新对峙的时刻。攀冰的过程，恰恰是一种极端的断舍离。当身体贴近冰壁时，所有多余的念头都会被剥离，只剩下呼吸、动作和判断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。人们看到的，并不只是一个明星在挑战高难度项目，而是一个成年人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如何与压力共处，如何找回专注力这些普遍的问题。在冰壁面前，没有流量，也没有光环，只有真实的恐惧、紧张与克服。那种紧绷到忘记喊落冰的瞬间，反而让人意识到，专注不是冷静的表演，而是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的信任。当讨论逐渐回归理性，我们也会发现，这样的画面本身并不需要神话。它的意义不在于多危险多厉害，而在于提醒我们，真正能让人恢复能量的，并不是逃离生活，而是重新学会投入。无论是工作、学习，还是兴趣爱好，当你愿意把注意力放回当下，焦虑就会慢慢失去抓手。也想借此对屏幕前的观众说一句，不必每个人都去攀冰，但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次这样的专注体验。也许是在跑步时听见自己的心跳，也许是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流逝，甚至是在认真完成一件看似普通的小事。当你全神贯注时，世界会暂时安静下来，而你也会重新看见自己的力量。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冰壁前，找到那份不被打扰的专注，把热情一点一点冲回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